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一起看一下我7、8年前所做的《金刚经》原文的重新排版的凸显重点的投影片哈，总共有134张。当时呢，我有7、8部的比较长读的经典，为了携带方便，我都把它做成这种数位化的 PPT 的形式哈。然后呢，加上超链接，再自己简单的分段哈，这些都是为了说自己读经，还有自己要找经典原文的时候方便，我就做成了一个自己客制化的版本。那平常我读经的时候，就打开这个投影片呢，我就可以不照一定顺序哈，我想读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哈，那我也不用带着书本纸本的书本哈。纸本的书本我也还是很喜欢读，但是毕竟携带方便的话，还是数位版本的比较自在哈。那当时在制作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数位版本的时候呢，我就考量了一下，我把昭明太子的分段全部去掉了哈，等于是我把所有的分段重新去掉，然后把所有的原文集中在一起，再按照我自己读起来觉得比较顺的方式呢来分段哈，重新分成这13个段落，也不止13个，因为《金刚经》有上卷和下卷，它的内容其实是有点类似的，等于是须菩提一个问题问了2遍哈，所以说分成上卷和下卷。那我就上卷的话就是分成13个章节，下卷的话分成了14个章节，所以总共分成了27个章节。那我平常大部分读的话都只读上卷而已，下卷我比较少读。下卷我也是浏览一下而已哈。其实《金刚经》我读的不多，我就是偶尔看一下而已哈。我最常读的还是《圆觉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这样子。那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，是说最近我想要把这7、8部以前做的数位化的经典呢，把它分享一下哈。就有时候在线上读经呢，然后带大家读一下这个经典，那有时候读另外一个经典这样子。那《金刚经》的话，我重新分段的话，就是可以这样子，可以直接跳，你可以回到目录，那你可以再跳，可以跳到任意的章节，然后说我这样跳过来，然后我就可以读这边的原文，然后我要回到目录就会跳回来。那《金刚经》的话，《金刚经》的话，其实是算很知名的经典。它所讲的内容，大家比较印象的可能是，比方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，等等，或者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等等。《金刚经》我确实是不熟，因为我读的不多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观照自性。说法时也是不取于相啊，不若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于自性如如不动。这样，投影片做出来的话呢，要快速的掌握重点就很方便。比方说，我可以先从大纲这边了解一下内容，上卷下卷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我可以读诵。下次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其实啊，在《金刚经》开头，我们知道有个故事哈，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段这段故事好了。我们就读这个自在如来这一章就好了。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尔时，世尊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，起时于其城中，次第其已还至本处，饭食讫，收衣钵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薄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付嘱诸菩萨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。好，所以说这段故事里其实就讲到了一个开场的场景，就是佛陀世尊呢在吃饭的时候呢，他穿上衣服，拿起他的钵，这个铜钵，进入了舍卫大城，在城中化缘。当化缘结束之后呢，他就带着食物回到了这个祇树给孤独园的精舍呢，然后呢吃饭，吃饱饭之后呢，衣钵收起来，收完衣钵之后呢，脚洗一洗，洗完脚之后呢，坐在法座上静下来，准备要上课啦，准备要分享了。那当时呢，须菩提呢就发起了这个问题。每一部佛经都有一个开场的人提问，像圆觉经就是文殊菩萨提问嘛，金刚经就长老须菩提提问嘛。每一部经典你会发现它开头的有一个场景，然后有人提问，透过这个提问呢，就引入了整部经典的主题。所以一部经典其实最重要的话，你可以看它的开头场景，还有可以看说谁提问，然后他问了什么问题。那其实这边的话呢，对于这个世尊进入舍卫国大城化缘呢，大部分人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场景故事来讲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呢，这边的话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有一个寓意的。因为你想想看，每一部经典呢，它的开场白都是开门见山嘛，其实它是最重要的，它绝对不可能放一段没有很重要的内容。其实呢，佛入舍卫国大城，其实呢，它所譬喻的，就好比呢，圆觉经有提到，圆觉经里面文殊菩萨问佛陀的问题是说，佛陀入世间修行又出世间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他是如何能够呢，就是了脱生死？那包含六祖坛经说法不离自性，他在讲的也是了脱生死。五祖告诉他的徒弟说，你们所有人呢，修行都是为了求福报、求供养、求这些好的东西，福报嘛，名利地位等等。但是呢，如果自信迷失了，到了了脱生死那一刻呢，所有的福报是无法帮助我们解脱的。所以说，修行除了修福以外，也要修这个智慧，修这个明心见性，找到自己自性智慧。那所以说，《金刚经》其实你会发现它的开场白，它在暗喻的事情，其实也是佛陀入世间、出世间。这舍卫大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看作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。那佛陀呢，进入到了悉达多的肉体里面呢，他来世间修行嘛，入舍卫大城，他来跟娑婆世界我们这些众生结缘。结缘完毕之后呢，还至本处，
这边还至本处本来说的是回到其处即故如园精舍嘛，就是舍卫国外面的这个祇园精舍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佛典中很多的譬喻和暗喻，所以这边其实还至本处暗喻的是说，佛陀呢入世间、出世间之后了脱生死，他回到了本处，回到了他来到世间之前原来的，你可以说它是极乐世界也好，就看你怎么认知。总之就是还至本处，就是了脱生死。那饭食器呢，就好比说他入世间跟众生结缘，说法49年，有很多的经验，有很多的收获。这些收获呢，在这个铜钵里面带回去，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嘛。离开肉体之后呢，带回去，把这些经验吸收了。所以《圆觉经》里面他就在问说：世尊，文殊菩萨问世尊说：你因地法行的经验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这些10万个大菩萨众分享？所以说这个饭食器，这饭食就好比呢，世尊呢入世间修行的经验，他带回去了，带回去之后他吸收了，吸收完之后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？是不是可以讲课跟大家分享？所以饭食器收衣钵，收衣钵对不对？他入世间之前是不是要穿上衣服，带上这个衣钵？所以说这个也可以譬喻为我们这个肉体，譬喻我们这肉体这个工具。那当他还至本处之后，当他离开这个社会大城，离开这个娑婆世界，了脱生死之后呢，这个衣服和衣钵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，还有我们来世间这些谋生的工具，这些肉体工具呢，我们的头脑啊，就把它收起来了，用不上了嘛，用不上就收起来了。再来洗足矣，你赤脚呢进入城中乞食，是不是脚就弄脏了？它这譬喻什么呢？譬喻着说，你看佛典说，众生累世轮回，为什么会迷失本性呢？因为被世间的很多的眼耳鼻舌身意、贪嗔痴爱这些呢，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染污了、染浊了。染污染浊了，就是说被世间的这些东西呢，在我们第8意识里面记录了很多的我们想要的、喜欢的东西。那这些想要的、喜欢的东西呢，它就会引发我们在下一次的轮回旅程的时候呢，根据我们内心的潜意识当中所想的东西，人家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所以你潜意识里想的东西呢，在轮回之际的时候，就会牵引到你所想要的境界里面去轮回。那佛陀呢，入世间、出世间之后呢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洗足矣。入世间是不是染浊了呢？肉体啊、脚啊，是不是弄脏了呢？内心是不是没有那么清净了呢？但是佛陀他不会染污。你看他回到本处之后呢，洗足矣。这个洗足矣象征着把肉体啊、把身心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染污的东西、不清净的东西呢，把它洗掉了。所以说，入世间与众生结缘，出世间之后呢，带着经验回去，放下肉体身心，并且还把潜意识、第8意识里面这些染浊的这些杂质呢，把它洗掉了，最后回到原本清净圆满的状态呢，夫坐而坐嘛。这就有点像是回到原来不动的、如不动的状态呢。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好像他从来未曾离开过，好像他从来未曾入世间走过一趟一样，那么的清净。所以须菩提才会很赞叹。须菩提知道这背后的寓意是什么，他很赞叹说：稀有，太难得，太殊胜了，世尊，你怎么能够做到入世间、出世间这样子还至本处，清净不染呢？那么的圆满，那么自在呢？你的智慧是这样的，当您入世间的时候，您用你的自信智慧这样子的守护着自己。所以说，他问世尊说：我们要如何才能做到像您那样子，入世间、出世间，如何常住呢？常住在这个原来的这种清净圆满的状态呢？那我们出世间、入世间、出世间，如何降伏其心呢？如何能够
收掉这些对身心、对这些肉体的执着呢？如何能够收掉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杂念呢？如何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呢？这就是入世间、出世间的关键。所以入世间、出世间到底是如何做到像佛陀这样子的呢？接下来《金刚经》的内容中就是要讲这一段重点，所以最后整理成了《金刚经》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重点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入世间之后呢，受到这个身心的形象所束缚；出世间之后要放下身心，放下这些贪嗔痴爱。那其中的这些要如何做到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的主轴了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所以其实呢，《金刚经》开头的故事呢，其实入社会大成就是来到地球，来到娑婆世界这段人生之旅。而回到祇园精舍呢，祇园精舍就好比净土世界，回到还至本处。其实《金刚经》开头故事呢，真正的寓意呢，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呢，我们去想象，其实学佛很多都是观想，通过观想你会得到领悟。那么如果这样子去观想呢，入社会大成就是入世间修行，还至本处，回到祇园精舍就是出世间了脱生死。吃饭呢，就是在人世间呢，与众生结缘，随缘度化有缘，然后呢，累积经验，菩萨道修行的经验，循序渐进的呢，把自己该完成的使命给完成，最后呢，了脱生死呢。像六祖慧能也是啊，时间到了，他就告诉徒弟说：“我要走喽，我打算下个月过2个月要走喽。”他都只可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要走。当任务完成之后呢，就还至本处。世尊说法49年结束之后，就还至本处。还至本处之后呢，将所有的经验汇整一下，吸收一下呢，把这个肉体呢收掉了，用不上了。那所有的这些入世间的一些杂染呢，潜意识当中呢，也把它净化了，那就回到原来的状态。这是当你了解《金刚经》开头故事的寓意，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想的话，你在读到后面《金刚经》所有的内容的时候，你才更容易掌握说这些内容在聊的是什么样的方向，在聊什么样的重点。那其实呢，《金刚经》开头这段故事的寓意呢，目前我是没有看过别人去分享说它的寓意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观想，就是入世间出世间，其实很少人去解读出来这个区块。那我认为我自己读经的经验呢，我就浮现了这样灵感，所以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说，从这个角度来去观想《金刚经》的话，那你更容易能够掌握《金刚经》的内容到底在说什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浏览一下《金刚经》的原文的重新排版、重新制作的数位的 PPT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浏览后面的内容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，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